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我登记，车声响得无声鸣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白小姐，大老板在后边等。为了衣食住行，脚步尊贵。李先生，听说最大梦想是成为红玉那样的花魁。是。姿色还给是够了，不过光凭这站稳脚跟成为花魁不过嘛。李先生，在大世界里，想要成为花魁，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。只要你有意思，看来你还是个厨啊！对不起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没事吧？对了，贱人，给谁玩不是玩？你给谁弄不是弄啊！刘志峰，好爱，我手爱会好爱。已经3天了，线索啊，凶手呢？都他妈干什么去了？我告诉你，大世界背后的女王帮发话，再给我们3天时间，你们要是再找出来凶手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当然也包括我，都他妈喝西北风去吧！张探长回来了。哎呀，静安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那李问这案子邪性的厉害，人死了3天，我们也查了3天，直到现在连李问的遗体都还没找到。这，案发现场在哪？化妆间。哎，青安，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李老板又上给我50块钱。我登记车声响。李先生，没事吧？对了，静安，怎么样？认识吗？白青青，大世界马红玉的助理，她家在棚户区开了间包子铺。王队，抓人！
啊？来，包子来了！哎呀，可来了，可来了！各位官爷，是来吃包子吗？白青青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找我女儿干什么？松海巡捕房，白青青是吧？大世界歌女花魁马红玉的助理，你涉嫌杀害李问，你被捕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女儿连亲手都不敢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是啊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长官，不会吧？这轰动外滩李文案的杀人真凶，居然是他！抓人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找死！谁敢反抗，都给我抓起来！白小姐，要是不想波及其他人的话，那就跟我们走一趟。好，姐姐。没事的，我去一趟。就是他！哎，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你个小贱人，就换我儿子！李夫人，请自重。李夫人，你和你儿子长得真像。小贱人，你害死我儿子，你还敢这样笑？你还我儿子！人来呢？你一定要替我儿子报仇啊！白青青，说为什么杀害李恩？长官，搞错了吧？没有杀害。狡辩是没有用的。李问遇害当天，你是最后一个接触到他的。最后是什么时候？8月9号晚上。8月9号。哦，8月9号他确实来找过我，不过我们发生了一些争吵，后来他就开车走了。我在家待到今天都没有出来。是吗？那天很多人看到我们吵架的，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。他去找你干什么？他想让我跟他回去，回到大世界，否则就要把那些照片发给报社。照片？什么照片？我没有答应他，他很生气的开车走了。我害怕，我怕他会报复我。在家待了2天。长官，我没有杀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静安，你怎么看？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而且
他在说谎。什么？最起码8月9号那晚，他没有在家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真以为我走访了3天，就只确认他的身份？我还找到了目击者，那晚他去了大世界，直到半夜才偷偷离开。这是一场计划了很久的谋杀。白小姐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白小姐，你过得开心吗？你说什么？说说你们的关系吧。他是大世界的大老板，我是他手底下的歌女，仅此而已。看来白小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是他吗？白长官，就是他。她是花魁马红玉小姐的助理白晶晶，白小姐。我拉扯拉了20多年，其他的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能认人。我保证，她就是白晶晶，白小姐。白小姐，8月9号晚上11点，你们见过，对吗？小姐，要坐黄包车吗？白小姐，你是白小姐吗？你去完大世界不是没开业？天下这雨了，你去拿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白小姐，先前你说9号那天晚上你一整晚都待在家里，现在又作何解释？李问是李家的第一继承人，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这个。尽管这几天示弱，但有女王帮和柳家的支持，他们依然有无数种方法让你们一家都从松海消失。说说吧，我以巡捕房的名誉向你担保，这件事情无论结果如何，只会局限在你身上，不会波及你的家人。你应该也不想他们会因为你而受到伤害吧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去年的7月，我在街头争取，大世界的花魁马红玉小姐恰巧遇过。后来，我以歌女的身份加入大世界，成了她的助手。后来有一天，马红玉小姐临时有事，就把我推上去唱了2首。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细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。这新来的丫头谁呀？她呀，她叫白青青。这模样，这身段，要是没……夜来香。是。李先生，您找我。李先生，白小姐，你说今晚一过值多少钱？5000大洋。看到的
就那个人，他愿意出5000大洋与你共叙一生，被我拒绝了。像白小姐这样的永远，我怎么舍得让给别人？你说是吗？李先生，请您自重。大世界，陈松海最大的小金库，我原以为那是我梦想开始的天堂，殊不知是我噩梦开始的地方，殊不知是我噩梦开始的地方。红衣姐，您找我啊？给你的。啊？这啊什么啊？过来坐。哦，你昨晚上台唱了2曲，这是宋先生赏你的。谢谢红衣姐。你觉得我们的大老板李先生如何呀？李先生他……嗨，我刚来大世界的时候和你一样无权无势。所谓歌女，不就是古时候的青楼女子吗？说到底就是大人物手里的玩物罢了。若是没有机会，我们这一辈子只能在底层混日子，永远抬不起头。幸亏我得到了几位老板的赏识，在李先生面前抬举了我几句，才有我马红玉的今天。青青，现在你的机会来了，李先生看中了你，你只要把他服侍好，你要的名、权、财、地就全是你的了。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我巴不得去呢，可惜人家李先生没看上我。他呀，就喜欢你这种细皮嫩肉的小姑娘。这可是你一步登天的好机会，可不要不识抬举。你给我下药。进来，把他给我送到李先生房间去。你醒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，你应该问我们做了什么。我这照相技术是一天比一天好。亲亲，你说是吗？给我滚！我求求你，照片给我行吗？求我呀？刚刚你下药下猛了，你就像个死人一样，我一点也不爽。我们来个更刺激的。放开！你这是犯法是要坐牢的！犯法？坐牢？我好怕呀！不过这样更刺激的是。放开我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放过我行不行？好，我放过你，那我就把你的照片发给全松海报社。到时候呀，全松海的人都能看到大世界
最顶级的白青青小姐的人体大神。你说是吗，白青青？是他毁了我的人生，是他毁了我一生。他拍了很多那样的照片威胁你。是，还有这些照片威胁我，不敢啊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，我也不敢反抗。想不到素以温文尔雅、翩翩公子著称的李问，想当李家第一负责人，背地里竟然是这种渣子！呸！死了也是活该。去，给我们买点早餐去。老大，吃什么？包子。的。在那之后，他越发的变本加厉。笑比哭还难看，是让我教你怎么笑吗？来，喝，喝。所以，你杀了他？是。我将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，钱100倍的还给他。我想杀死他，我想将他千刀万剐而死。可是，长官，我没有杀他。好，那就假设你杀了他。白小姐，你也清楚，李问的遗体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。假设你杀了他，你会怎么处理他的遗体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想过。没想过？你这么恨他，应该想过很多次才对啊。我没有。白小姐，李问是你的心魔。假设你战胜了你的心魔，将它粉碎，你一定很有成就感吧？我不知道。这种成就感，你一定很想分享给其他人，对吧？我不知道。李问死，心魔死的，压在你心上的大山碎了，是你做的。我没有。是你亲手杀死了心魔，是你亲手凿破了那座大山。不是，我没有杀人。你太开心了，你太想告诉其他人你是怎么做的，你太想跟别人分享，对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有能力杀他，我没有杀人。说，你把李问藏到哪儿了？哎，你这，看来真是。你说他们把李问藏哪儿啊？假如你是白青青，你会怎么处理李问的遗体？你说。我。没事儿，你说。那我就放开说了啊，如果有谁对我做出这样的事儿，就把他碎尸万段，别说遗体了，我连骨灰都给他扬了。哦，对了，包子到了。江探长，谢谢。来，包子来了！哎呀，可来了，可来了！想什么呢，江探长？哦，老王，你知不知道十字坡客栈？《水浒传》里母夜叉孙二娘的客栈，那里面卖的人肉包子。没错，
而白家恰好也有一间包子铺。What？ 星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啊。你怀疑他把李问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，但好在只过去了3天。快，王队，你赶紧带人去白家包子铺。好。听说前天早上从来都不帮忙的白小姐，破天荒的给家里带了包子馅回来。江探长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深仇大恨，挫骨扬灰，我理解你，也同情你。但李问终归不是一个小角色。我明白，即使我再想让他死，我也不敢动一点心思的。等结果吧。找到了。查到了吗？这是白家包子铺里包子的化验结果。长官，我都说了我没杀人，为什么就是不行？长官，我都说了我没杀人，为什么就是不行？哎呀，找不到也是好事儿，至少证明李问没有被做成包子。李家那边怎么说？别提了，催得厉害。听说那李家家主这2天跟疯了似的。哎呀，毕竟是李家第1继承子，还是他最喜欢的儿子。李家第1继承人是真，但最喜欢未必。哎，据说前2年李问跟家里闹翻了，这才独立出来，盘下了大世界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李家，主要是柳家。柳家你更不用担心，柳小姐和柳将军在意的是真相，不介意多等几日。这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柳家一样。其实啊，我都想把他直接做，然后给李家送过去，一了百了。这对外面咱们有个交代。这过去碰到什么棘手的案子，大家伙没少这么干。那李问还找不找？柳家那边怎么办？柳将军最注重名誉，你敢和他玩心眼？你就不怕柳家把你扔进海里喂鱼啊？我这也就是说说。哎，我来吧。吃饭吧。长官，准备关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是在保护你啊。保护？你涉嫌杀害李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放出去，今晚你就得横死街头。另外，在我查清真相之前，我是不会放你离开的。那您可得加把劲了，长官。我很好奇，你的帮手是谁？什么？不管藏尸还是分尸，都不是个轻松的差事。究竟是谁，竟然肯帮你做这种事情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没有杀人。是个男的？
怎么？我们查了白青青，他这人以前就没有什么朋友，自从被马红玉带到大世界后，更是断的差不多了，接触的也都是大世界的人。马红玉查了吗？查过了，李问出事那天，他在刘议长家里留宿，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。这些花魁，今儿睡这个，明儿睡那个，这跟鸡有什么区别？这马红玉是大世界的摇钱树，他和白青青一样，都是底层出身，能做到花魁，除自身实力之外，确实离不开刘议长等人的支持。这按理说，李问也是他的靠山之一，没理由上来。对了，我们调查马红玉的时候，他说了句很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白青青那丫头。”李大老板和白青青确实有一腿，他那种人死在女人身上倒是可惜了。但白青青那丫头，你们可不要把她想得太简单了。那丫头多的是心机，一般人可玩不过的。很有心机。先不说这个了，认识吗？傅小山，你以前的邻居和发小。傅小山16岁那年，因家庭变故搬来了子浦，从那以后你们就很少见面了。但据我所知，你们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。是又怎么样？长官，你该不会以为他是杀害李问的凶手吧？文士、书生，看起来确实不像。但青梅竹马，情比金坚。一个人在被感情掌控的时候，做出任何事情都不无可能。看来我要去见见你这位好朋友。这事跟他没有关系。这洗好的照片啊，在左边。若是拍照，后面有价格。巡捕房。哎呀，长官好。傅小山在哪儿？小山啊，这小山，这你二位找他的话，这实在不巧，他昨夜就走了。不在这儿。是啊，哎，小山他昨儿刚离职。不在这儿。他昨儿就离职了。哎，长官，这小山是犯了什么事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傅小山在哪？小山说是他母亲在乡下病重，他回去照顾他去了呀。傅小山16岁那年，父母出海遇难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搬到了子浦。要不，我再多给你些时间，你再想个好点的理由。哎，长官饶命了，这个事儿我的确不知道啊。这傅小山那小子，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呀。有他的消息，马上通知我们巡捕房。好的，好的。长官慢走。哎呀，那个傅小山，前不久他爷爷也去世了。孑然一身，无牵无挂，越是这样的人，越是麻烦。江团长，江团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李夏把白青青带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半小时前。半个小时，还来得及。你们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队长，救命！巡捕房有案的5个人。我们知道你是谁，江探长。不过我们家老爷有吩咐，今日不见客，还望江探长不要让我们难做。那你问问他答不答应？好，进去。老爷，人带过来了。小女子白青青
谢过李老爷。白小姐果然有几分姿色，怪不得我儿子能栽到你的手里。哎，你知道杀人偿命吗？啊！今天就是你死期啊！老爷，江探长他。李老板这是要当着探长的面杀人。哈哈哈哈！江探长，久仰久仰，我可是守法的公民啊！哎，我这里有上好的茶叶，品鉴一下呀。你们下去，请。过来。来，江探长，喝茶。江探长，我有一事不明啊，堂堂一个探长，怎么保护起杀人凶手了呢？我没有杀人，是李问他自己。李问他你这个小贱人！不是，这个小贱人，他骗你们的，老爷，我儿子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不是。快把夫人给我带下去！是，放开我！不是，怎么了？他是骗你们的，这个小贱人骗你们！哎呀，江探长，见笑啊！夫人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情绪啊也不太稳定。昨天才审完白青晶，今天证词就到了李老板这里，甚至把人都抓了回来。李老板，看来您老在巡捕房耳目不少啊。自己儿子的事儿，我总得上心啊。哎，江探长，喝茶。李老板，还是有话直说吧。好，本来我想自己动手，哼，正巧你来了，那我就跟江探长做笔生意。黄金100两，看来李老板想做的事情不小。说吧，什么交易？我想让江探长帮我杀个谁？操！儿子死了，做父亲的总得做点什么。那李问的遗体呢？不找了。先把这个妖女扶住，后面的事儿慢慢解决。李老板，我理解你。只不过，就算李家想要复仇，还是等我调查出结果之后再说。查出结果？你们巡捕房办案，你比我清楚吧？那冤假错案办了多少啊？哎呀，最后还不是一个结果。怎么，江探长给我找一个垫背的来顶罪啊？现在案子由我负责，在我手上不会有冤假错案。省省吧，江探长，100两黄金不少了，出来混就是图口饭吃。不会是为了这个歌女，江探长要得罪我李家不成？我为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这个案件的真相。哼，看来江探长是不打算自己动手啊。行，我再给你一个选择，拿着这些黄金赶紧走，把这个妖女给我留下。接下来的事由我李家替你摆平，包括柳家我也可以摆平。李老板，您在怕？怕？我怕什么？当然是怕白小姐，又或者怕我查出更多的真相。最近几年你们李家的生意出了问题，你多方求助无果，
眼看李家就要败落，幸得这时候李问与柳家小姐走到了一起，你借柳家的势勉强保住了家业。只不过柳家是名门望族，而柳将军又一世英名，最见不得有谁行苟且之事。你当然怕，你怕李将军得知李问做的那些龌龊事，从而迁怒李家。李老板，我说的对吗？不愧是松海第一神探啊！李老板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：假如这件案子到此为止，你怎么向李家解释？她就是一个歌女，只不过被有心的人利用，杀害、抹黑我李家的继承人，口说无凭，信口雌黄。她的话，谁会信？或许她真是被抹黑的，也说不定。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真相的。你没有说谎。住口！说不说谎暂且不提，李老板，你就对你的儿子这么没有信心吗？看来江探长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了。给不了，人我保定了，黄金100两，确实很诱人。只可惜，我跟柳将军一样，最在乎名声和真相。李老板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站住！杨金安，我是不是给你脸啊？给你面子叫你一声江探长，不给你面子，屁都不是！还敢说跟柳将军一样，你也配！来人，我抓住他！把刀放下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今天必须死！把刀放下！容你开枪！3，开枪！2、1，住手！住手！秋莹，爸，把刀放下。秋莹，放下！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哎呀，都说你江金安在松海，后台很硬。哦，原来你是跟柳家呀。秋莹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杀了李问，快杀了她，替威尔报仇！放他们走吧。秋莹，杀你男人的凶手就在这儿，就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还听他们说话？到此为止吧，人我带走了。李问和白青青的事情，我需要知道真相。在案件结束之前，李家就不要插手了。哪来的真相？走吧。来，滚！柳小姐，谢谢你。白小姐，我老公不能白死。我老公不能白死。不要有任何多余的行为，更不要试图逃跑。现在唯一能保护你的地方，就是巡捕。把他带回去。是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巡捕房也有柳家的人，你不该一个人来。这次是我托大，姓李的土匪起家，就算是洗白了，也一身匪气。姐，白青青说的那些我都知道，保护好他。啊？如果事实真像他说的这样，那便是李问对不住他。姐，可是没有可是，如果我站在他的位置，恐怕也会有一样的选择。我知道大世界做的是什么生意，知道来往大世界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德行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静安，
你说环境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底子？也许吧。李问，喝茶。可是我始终不能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对了，静安，还有件事情要拜托你。你说，李问身上有一块纯金的怀表，上面篆有凤纹，虽不是什么名贵之物，却是你舅母的遗留之物，也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她的定情信物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补救。怎么样，静安，没事吧？傅小山找到了吗？还没，但是你放心，只要他还在松海，我就算掘地3尺也把他给找出来。白小姐，再聊2句吧。我去过那个照相馆，和你一起杀害李问的人是傅小山，对吗？是我杀的李问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你终于要认罪了。那天下午，他和往常一样，用一些照片威胁我。求求你，你饶了我舅舅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去。你能不能饶了我？我给你脸了。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到头。所以我杀了他，我也只能杀了。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的，都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的，都是他逼我的。继续，你是怎么杀的他？回到大世界后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。我知道，歌舞结束之后，他会在书桌室等我。来呀，李老板。乖呀，今天我就好好讲。所以，你把李问的遗体藏哪儿了？毁了。毁了？为什么？你觉得这样就能躲过调查了吗？长官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就像现在，你们不也抓到我？你就这么恨他？可对我做的那一切，是一死，是还不起的。白青青，李问现在到底在哪？好，不说什么。第2个问题，你是怎么把李问的遗体运出去的？长官，你不知道吗？大世界的后厨有一个绞肉机，可好溜啊。那件血衣呢？你连躯体都毁了，为什么要留下一件血衣？江探长，你也不怎么聪明哦。我故意的。如果没有这件血，你以为我能把我关那么久？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李问身上的那块怀表，你丢哪儿去了？怀表？什么怀表？我没有见过。好好想想，那是块金表，表壳上篆有凤纹。
他好像是有这么一块怀表，但是我没有见到，可能那天他没有带吧。长官，你不用套我话了，我不都已经承认了吗？但是那块表，他从不离身。这么说，你不是凶手。这么说，你不是凶手。你想要替谁赢？傅小山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？你这么做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？我都说了，这是我一个人干的，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。是吗？这么说，凶手是那个傅小山，十有八九。那我就把所有人全派出去，全城通缉。哎，王队，重点关注白家包子铺附近，然后让人在附近散播白青青已经认罪的消息。引蛇出洞。他既然肯为白青青杀人，就不会让白青青承担后果。他不出来，我们就逼他出来。哎，干啥呢？这是干啥呢？这是案犯白青青故意杀人，现已认罪，古日将枪毙处理。这白家丫头还真是杀人犯。这白家丫头能杀人？我可听说是被那个叫江静安的为了给李家交差屈打成招的。可怜白家就这么一个闺女，这要是给枪毙了，那白家两口子可怎么办呀？谁说不是呢？这江静安，江静安，江静安，杀你！我要杀你！傅小山，你果然来了。静安，还得是你们是敢动亲戚一根手指头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这是巡捕房，你要杀谁呀？啊？让他进来。来走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你放心，白青青现在很好。你屈打成招，判了青青死刑。可是他杀了李问，杀人偿命，有错吗？李问不是他杀的，青青没有杀人。那是谁呀？是我。是我杀的。可是白青青她已经认罪了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认罪的，她没有杀人，是你们逼她的。那既然如此，不妨说说你是怎么杀的李文？我要见青青，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了。现在不行，但等你交代完之后，我可以让你见她一面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？越早越好。我和青青从小就认识。我小山，我脚疼，你能背我吗？好啊。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玩伴，也是别人口中的青梅竹马。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游戏。脚还疼吗？小山，我饿了。我回去给你做饭吃。我当时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下去，只是有一天，一切都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一切都变，一切都变了。这个傅小山看起来也不太像会杀人的样子，他到底遭遇了什么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心里有问题，仇富。后来你搬了家，但我听说你和白青青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没有断，对吗？对。我搬家之后过得并不如意。卖鱼喽，卖鱼喽！小山，我让你玩，我让你玩，让你玩！我搬到子浦的前几年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只有青青，她不嫌弃我。
是他陪我度过那段最黑暗的时光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暗自发誓，我这辈子都要爱他，守护他。直到你看到你心爱的女人被人欺辱，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青青。所以你为了白青青杀了李问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青青。傅小山，别什么都是你的错，说清楚。青青去大世界之前，他问过我的。小山，你知道大世界吗？李大公子接手那个，听说是外滩最大的歌剧院。我昨天遇见大世界的花魁马红玉了，他让我给他当助理去，说不定日后我能站在很大的舞台上唱歌呢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我还不知道呢。青青，我知道唱歌是你的梦想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你想去就去吧，我支持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说不定你就是下个花魁呢。是我亲手把他送进了地狱。我始终都想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他？为什么？他只想站在舞台上，他就想唱歌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问你。他有没有错我不知道，至少你不用自责，因为这不是你的错。所以是他让你杀了李问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说他教唆杀人是？他没有，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如果他没告诉你，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是因为青青她变了。变了？什么意思？她刚到大世界的时候，她每隔几天都会去照相馆找我，跟我分享她在那儿的所见所闻。你昨晚没回家？客人们都喝到早上了。你在大世界还好吧？还不错啊，红玉姐呢也挺关心我的，同事也都挺热心的。就是什么？就是像我这样的新人助理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上台唱歌。咱们家青青这么漂亮，唱歌又好听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有机会的。我有时也会去大世界找她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大世界那种地方，确实不是我这种穷人该去的。但是青青，她从来不会嫌弃我，她从来不会嫌弃我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在触碰过繁华之后，就很难再接受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平凡，这就是所谓的由奢入俭难。青青她不是这种人，我们俩感情可好了。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你们的感情确实让人羡慕。我要见青青，我说的已经够多。去查一查他和白青青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朋友，如果有，带过来见我。还有，派人去他的住所查一查，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。哎，你确定要两位一起审？你就不怕他们串供？无妨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纯粹。青青，小山，小山，青青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你为什么要过来啊？
傅小山，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现在可以继续说了。那时候我们俩感情很好，我们都想着等过上几年，我们把钱存够，青青就离开大世界，我们一起去结婚，一起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照相馆。小山，小山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身体不太好。继续。我一直憧憬着我们的未来，直到有一天，青青她对我说：“大世界是一家亲。”什么？大世界不是一家可亲，而是亲全松最大的亲。红玉姐呢？我刚看到上了刘议长的车，应该是跟刘议长回家了吧？刘议长，你不知道啊？红玉姐呀，可是刘议长身边的大红人。这刘议长不都40多岁了吗？唱唱曲儿再陪个睡就能当上花魁，每个月呀还有800大洋呢。别说40岁了，他就是80岁，我们2个都得抢着去伺候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说红玉姐的花魁是刘议长他？你不会觉得没有人扶持他能当上花魁吧？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，好好学吧。哎，外边曹帮张老大的车是等你的呀？不然呢？足足500大洋哦。走了。美的你。红玉姐，他们说你昨天晚上去刘议长他对。对呀，那你这不就是等于进你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这样。来我们这的有钱人有几个是来安静听歌的？再说了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你不用点手段，人家凭什么给你花钱？你这小脸蛋儿，要不要姐姐给你介绍几个大人物呀？不用了。哎呦，还是一个矜持的小丫头。可是你来了这大世界，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江探长，你知道吗？大世界，它是一家青楼，它是一家青楼啊！有多少像青青那样的女孩被骗到那里面，然后就……小山，对不起。不，青青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后来，我劝我青青离开大世界，但是她拒绝了。所以，白小姐，你为什么拒绝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你们把大世界当成什么了？就算小山他不懂，江探长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少拿这个当借口。我这几天走访了不少从大世界出来的人，你说的那种情况，之前确实存在，但从李问接手之后就改过了。那些人对李问的评价还不错，只要是想走，绝对不会强留。但是伤害我的人，他就是李问。也许吧。我需要钱，大世界给的薪水很高，如果能上台演出唱歌，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。钱？小山，我问过了，开一家照相馆，他需要很多很多的钱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小山，即使那天青青拒绝了我，但是我不能，也绝对不能再让她进入那个境地。所以那天晚上，我又追到了大世界。李老板、宋老板，喝好玩好。你还跑啊？哎呀，宋老板，
我可托人打听过了，这个妞啊，就是马红玉的助理。这个味道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是个厨啊？哦，宋老板，您真的喝多了。哎，老子怎么会喝多呢？走，陪爷睡一宿，老子给你1000大洋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哎，小次郎，你谁呀？我是他未婚夫。哟，未婚夫啊？啊，滚一边！放开他！你个小次郎！我说白青青，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大世界干了啊？宋老板，您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我看他们欺负你。不用你管，快走！等等，想走晚了！护卫，给我死过来！敢打老子，给我弄死他！谁在我地盘闹事？李先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宋老板，您消消气，今晚是我们大世界的舞队，您这一桌我给您免了。晚上我叫马秀薇给您亲自登门陪酒，就一个马秀薇，再加个红玉。啊，行，可以，很好。把他送出去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文，他就是那样微笑着，轻飘飘几句话，就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。名响松海的李大公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看起来你对李问的第一印象不错。是啊，是挺不错的。虽然我恨李文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那天如果不是他，我跟小山早就已经遭殃了。继续吧，我答应了别人，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和青青大吵了一架，青青又开始躲着我，我找了她很久很久，但都没有找见她。白小姐，你为什么躲着她？我都是为了他好。为了他好。送他离开之后，李问就威胁我，如果我再跟他见面的话，就找人打断他的腿。你确定是李问威胁的你？我确定。我太想见青青了，所以我想了一个理由，一个他不得不进入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没有，我还没想好就。小山，小山，小山。怎么了？这个傅小山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怎么回事？啊，看看这个，胃癌晚期。从哪儿找到的？从他的房间里搜出来的。啊，还找到了这一堆乱七八糟不知道是什么的破药，这瓶子上连个标签都没有。但是我托朋友问了，像他这个情况，估计也就是这几个月了。哎呀，怎么说？那凶手肯定就是他了，就是不知道白青青掺和了多少。傅小山呐，本来就是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，现在又得了病，这连自己都没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这种人他才最可怕，他逼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瞧瞧，还挺壮烈。你怎么还唱上了你？这破了案了，还不能让我高兴高兴？案子还没结束呢。傅小山和白青青的共同朋友呢？找到了吗？还没。这两个人呐，这本来就没什么朋友，这还不是一个圈子的，这共同朋友呢就更少了。但是你别着急啊，我已经托人去附近找了啊，抓紧时间。好，
白青啊，问了这么久，看出什么了？这个傅小山还算老实，看起来对白青青感情很深，但是多少都带着点讨好。至于这个白青青，看起来也在乎傅小山，但是她的话里有真有假，不好对付。这大世界的丫头，这哪个不是能说会道的？看来还是要单独审一审这个傅小山。你生病了？你都知道了。看来那个他不得不见你的理由就是癌症了。今年2月份查出来的，那个医生是个外国人，说我治不了了，让我准备后事。2月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吧？是白叔，他给了我土方子，说治瘤子管用，我就试着吃了吃，也没想到能活到现在。那些个外国医生骗钱，都他妈是庸医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给青青写了信，告诉他我命不久矣的事情。他怎么说？从始至终都没有说什么，也不肯见我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不是觉得青青心狠？男友生病了都不管不问。男友？青青不是那种人。我在写信给他之后的第3天，收到他自杀的消息。你是说白青青她自杀了？幸亏白叔发现的早，不然他可能就……他在2月份因病请了5天假，他现在左手手腕处应该还会有伤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。我们当然会查。确认过了，今年2月就过年那会儿，白青青在家里自杀，在医院住了5天4夜。期间，马红玉曾探望过1次，李问派人去过1次，亲自去过2次。一个大老板亲自探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女，这要是没点事儿，你信？他为什么自杀？听他的意思，是因为傅小山得了绝症，他也不想活了。真把自个儿当祝英台了。再说了，那傅小山不是没死？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得，还怪我多嘴了，我不说了，行了吧？想什么呢？这个理由不够充分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傅小山还没死呢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傅小山死了，他也不像是会殉情的人。那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又是为什么？是不是该下班了？晚上接着审，接着查。怎么样？巡捕房的饭还合口味吗？谢谢。不用了，继续吧。白青青自杀之后又发生什么了？那时候我写了封信，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应，当时还有点心灰意冷。直到收到那样的消息，我才意识到青青的自杀肯定和我有关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然让一个女人宁愿去自杀，也不愿意见心爱的男人最后一面。我去了医院，时隔多日，我终于又见到了青青。青青，小山，你来啦。对不起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那天是我……不怪你，那天和这些也没什么关系。那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
没什么。对了，我爸找了治瘤子的土方子，说是很管用，你试试。没用的，医生说我这病治不好。那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万一……傅小善，你治不治？我治。那时我们聊了很多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无话不说的日子。但是我能感觉得到，青青她变了很多。哪儿变了？神态，别人或许感受不到，但是我懂她心底的悲伤。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而且这件事情和大世界有关。但是她从头到尾只字不提大世界。那后来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青青住院的第3天，我正好去病房看她。当时我就发现，她好像正在写什么东西。写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看看。不能看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用那种几乎乞求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当时只觉得意外，并没有多想。直到后来青青出院，我去整理她的病房，我才发现她把她写的东西落在了里面。什么东西？日记。日记上写了什么？日记里写了她一些在大世界的工作内容，以及李问那个混蛋对她所做出的一切。所以你杀了李问？向探长，我只问你一句，如果是你心爱的女人被别人那样折磨，你会怎么做？我问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做？从今年2月份底，我就想杀了他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他不是在人群中，就是被守卫包围着。直到前几天，终于他约青青深夜出去，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青青，你是在跟我捉迷藏吗？李问，去死吧！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李问的命他可真硬啊！我捅了他双刃10几刀，他才死。但是我怎么可能让他那么轻易的去死呢？我一共捅了他30几刀，30几刀啊！就凭你杀了李问？你不信？这个是我从李问身上拿下来的，也是我杀人的证据。那本日记呢？什么？我问你，那本日记现在在哪儿？烧了。烧了？对，烧了。看起来这么柔弱的人，竟然能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，真是人为情痴啊！烧得好啊！这一烧，那足足5000大洋赏金，到时候咱给上面一交，结案。结案？你想的太早了。结案？你想的太早了吧？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李问的遗体不找了？都让他扔进绞肉机里了，都他妈和泥了，上哪儿找去啊？他说扔了就扔了，最起码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他和白青青的话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再者，他们的话里有很大的漏洞。什么漏洞？其一，傅小山说是通过日记他才知道李问对白青青做的一切。如果真有那本日记，如果那本日记真有那么重要，那白青青为什么会把他落在病房里？再者，那种屈辱不堪的经历，正常人都会想着遗忘，谁会把它写在日记里？其二，傅小山没有烧毁那本日记，他为什么说谎？那本日记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日记上到底写了什么？哎，那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到个问题啊。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啊？日记呀！你写日记吗？我不写啊。你写日记吗？你肯定不写。这正经人谁他妈写日记呀？那白青青就不是个正经人。把那本日记找到，就知道白青青是不是正经人了。那这俩人呢？先关着吧，还有时间，不着急结案。哎，对了，把他们2个人的供述先抄一份，给上面送过去，让他隔3差5给咱们施压。好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李家夫人死了！什么？什么？怎么死的？2个小时前，淄浦大桥上，她当着很多人的面跳江自杀了。妈的，这好不容易降低了影响，那这下好了。他说什么没有？他说他儿子李问是被冤枉的，他儿子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哎，不是，去哪儿啊？白青青。就在刚刚，李夫人也死了。这和我有关系吗？李夫人的遗言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她说她的儿子李问不是那种人，更不会做那种事。可他就是做了。人不可貌相，这个道理江探长比我更明白吧？道理暂且不提，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李夫人她愿意用死亡来为她儿子李问争取一个机会。那这件案子，我们当然会查得仔细一些。那你们就查呗。傅小山已经认罪了。不可能，这事跟他没有关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带我去见他。你觉得现在我还会让你见他吗？大表哥，来坐。不用了，静安，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就直说了，李问的案子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查下去了。按照你们的流程，那个傅小山该杀就杀，至于白青青，关几天就放了吧。可是如果就这，没有可是。那我能问一句为什么吗？你们柳家不是最在乎清誉吗？如果不查到底，怎么还你们柳家清誉？还有那个李夫人，她到死都在维护李问的清誉。清誉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清誉可言了，更何况柳家昨夜连夜审了几个大世界的人，李问和白青青的奸情基本属实，再查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的水很深，因为大世界牵扯的人很多，因为像白青青这样的事，在大世界，甚至说在整个松海都数不胜数。如果任由你查下去，牵连到其他人怎么办？青帮、曹帮还有议会，死一个李问不要紧，死一个李家夫人也不要紧，但如果牵扯出背后的大人物，你想过没有？到时就算父亲和姑姑一起，
不一定能保得住你。到此结束吧。还有你们这警察局啊，鱼龙混杂，竟然有人把消息卖给报社。这样，你去查这些人，查到了告诉我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对了，有时间就看看你姐姐吧。你姐姐可能要离开松海了。去哪？哎呀，有可能回老家，有可能去别的地方，谁知道呢？我知道。姐，我来把这个还给你。姐，我真是没想到不关你的事，是他自己走错了路。我听表哥说你要离开松海了。明天就走，回临安。对，回临安老家。你姥姥总吵着让我回去，索性就回去看看她。也好。李问这事儿，若是可以，还是希望你帮忙压一压。至于白青青，也不要过多为难了。好，姐，我真替你感到不值啊。没什么值不值得，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这种人。或许是生意的缘故吧。生意？去年大世界的生意出了问题，他那个时候变得很焦虑，问我拿了很多钱，还拿了很多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。或许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已经变了。静安，想什么呢？王队，去年大世界的生意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别逗了，大世界的生意出问题？哎，你知道大世界一晚上流水多少？多少？超过10万大洋。超过10万大洋，有这么多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大世界一晚上的流水能顶我们10个警署1年的开销。那李问要这么多钱干嘛？给谁了？白青青？好了，静安啊，这案子已经过去了，白青青已经放走了，傅小山下个月就会被处死啊。还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案子我们以后不要再提了啊。然后静安，跟着静安啊，千万看着他，别让他做什么傻事。过去。唉，白家也搬走了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算有柳家作保，白家在松海也待不下去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杀死李问的不是白家丫头，而是那个傅小山。傅小山是谁？没听过呀。老傅，你忘了吗？就以前在那儿开海鲜铺子那个。啊，你说出海遇难那个老傅啊？那傅小山……没错，就是老傅的仔。原来如此啊！我还说谁肯为了白家那丫头杀人，原来是那小子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听说他们俩从小就是青梅竹马。狗屁的青梅竹马，那他妈不是傅小山一厢情愿吗？江探长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别怕，问你点事儿。江探长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，你尽管开口，只要是俺知道的，保证有问必答，有问必答。你和白青青还有傅小山是什么关系？你和白青青还有傅小山是什么关系？算是发小吧。算是。小时候我老揍他，但也不能怨我。傅小山那个怂包，小时候我他妈都不乐意跟他玩。至于白青青那丫头傲得很，本来就没几个朋友。听你这么说，傅小山和白青青就只有对方一个朋友？对。你刚才说傅小山和白青青不是青梅竹马？您要这么说呀，
那要看您对青梅竹马的定义是什么了。少在这贫嘴。您要说他俩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我承认。但若说是青梅竹马，得了吧，人家青梅竹马讲究的是两情相悦，但那傅小山不就是白旗精的一条狗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知道呀？我以为你们把他们关了那么久，早就知道了啊。不过也对，这事儿除了我，想必没几个人知道了。别废话了，白青青和傅小山到底什么关系？就是傅小山喜欢白青青，白青青看不上他，傅小山不肯走，白青青又舍不得扔，然后傅小山就一直给白青青当狗了呗。反正他俩关系挺奇怪的。比如呢？比如小时候傅小山所有的零花钱都得上交给白青青，白青青想吃什么都得赶着去买，跑慢了还得挨骂比如白青青打他骂他的时候，他从来都不得还手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18、19岁的时候，白青青跟过一个男人，听说连床都上了。遇到这种事儿，狗都知道上去咬2口，可那傅小山那怂货愣是连句话都不敢说，不仅替两人隐瞒，还给他2个送早餐呢。你说逗不逗？江探长，您别看白青青的娘们儿长得像朵白莲花似的，我可告诉你们，她可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江探长，日记找到了，队长让你赶紧回去。日记呢？在这儿，我还没来得及看。还真让你猜对了，这日记本傅小山就没烧，而是藏老家院子里了。果然如此。怎么了？这根本就不是日记，这就是一本杀人书。白青青呢？昨天就放了，我怎么知道去哪儿了？派人封锁各大车站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等会儿，抓回来？为什么呀？这一切都是白青青做的局。您别看白青青的娘们儿长得像朵白莲花似的，我可告诉你们，她可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但白青青那丫头，你们可不要把她想得太简单了。那丫头多的是心机，一般人可玩不过她。李问是被冤枉的，他耍了我们所有人。白青青啊，白青青！江哥，白青青抓到了，走。白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探长，你这次找我又是做什么呀？该说的我不都已经说了吗？再说了，咱们这个案子我早就结案了。白青青，你真以为你的计划天衣无缝了是吧？还记得这本日记吗？不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你在这本日记里到底写了什么。我恨他，我要杀了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但他是李家的大少爷，是大世界的大老板，他身边总是会跟着很多护卫。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杀了他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在大世界的时候，总会把护卫留在外面。我可以在大世界里面杀了他，但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而他那么高大，那么健壮，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？江探长，
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他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情，我有这样的想法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我早就把这些事情跟你们说了。但是你利用了傅小山，你把这本日记故意留在病房里，让傅小山看到，而那个想要保护你的傅小山，用你在日记里提到的方法杀死了李问，难道不是吗？是又怎么样？这有什么错吗？那是他活该啊，他该死！该死！这些天，我听你把故事讲了一遍，听傅小山把故事讲了一遍，听你们所有人都把故事讲了一遍。不如这样，接下来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真相。接下来，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真相。在西边的惠民街上，有一个叫白青青的小姑娘，还有一个叫傅小山的小男孩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就连生日都只差了3天。那个叫傅小山的小男孩胆子很小，从小就不爱说话，性格有些腼腆，甚至可以说是懦弱。但那个叫白青青的小姑娘却不一样，她很厉害，不管是嘴上还是手上，都是孩子群里面的佼佼者。但是孩子们的长辈却不知道，加上白青青嘴甜，很讨大人们喜欢。于是傅小山的爸爸就对着傅小山说：“小山呐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男子汉了，你要保护好你的青青妹妹，知道吗？”傅小山答应了。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保护白青青，甚至都没有保护白青青的能力，但他就是记住了，因为他从小就爱上了这个叫白青青的姑娘，很爱，很爱。傅小山16岁那年，他的父母出海遇难，他不得已搬到了爷爷所在的子浦生活。但不管走到哪里，他依然忘不了自己心爱的那个姑娘。尽管白青青总是打他、骂他，甚至把他当成仆役一样使唤，所以即使傅小山搬走了，也依然没有和白青青断了联系。而白青青呢，也很乐意有这么个仆役跟着。这种日子一直持续了很多年，直到4年之前，白青青有了新欢。傅小山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但他没有选择离开白青青，依然陪在白青青的身边，哪怕亲眼看着白青青和别人亲热，他也别无怨言。但令白青青没想到的是，那个男人对她就像他对待傅小山一样薄情，玩弄了他的身体，玩弄了他的感情，然后就一走了之了。这个时候，傅小山再一次站了出来，他安慰他，开导他，帮他度过了难关。他很深情，不是吗？所以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是爱？这是蠢，这是蠢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继续听故事吧。白青青找到了那个男人，得知了对方早就有家室，他不肯善罢甘休。像白青青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让玩弄了他感情的人好过？于是他冲到了对方的家里，大闹一场。那个男人没办法，只好出钱平事。那一次，白青青得到了100大洋。那是他活该。100大洋确实是一笔不菲的财富，再加上白青青当年很节俭，那笔钱他足足花了2年才花完。也正是因为那笔钱，也终于让白青青意识到钱的重要性。他想要更多的钱，想要更多，想要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。于是你把目标对准了大世界的大老板李问。去年7月，你说你在街头唱曲，得到了马红玉的赏识，并把你介绍给了大世界。这句话不假，但你少说了一句，那不是巧合，因为你早就知道马红玉会出现在那条街上，时间、地点，甚至你唱的曲子都是马红玉最喜欢的歌。终于，你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大世界，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李问。你想入李问的眼，想要得到李问的赏识，从而一步登天。只可惜你选错了人。那个时候，李问刚刚结婚不到1年，他的妻子名叫柳秋影，
是柳家的大小姐，也曾经是全松海最有名的大美人。李问很爱他的妻子，至少在那个时候很爱。至少在那个时候很爱。李先生，您找我啊？你来了，青青，坐。听说昨晚红玉不在，你上去唱了2首。是。别紧张，唱得不错，有很多人啊都问起你来了。这是你昨晚唱的那2首倒数。这么多，谢谢李先生。青青，你来大世界多久了2个月了。想来你也发现了，这看似光鲜亮丽的大世界，其实只不过是包层皮的青楼罢了。玉婵、秀薇，包括红玉在内，她们都是青楼女子。我知道。现在有人在询问你，愿意花5000大洋与你共度良宵。李先生，不急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离开大世界，我给你的这笔钱，只要你不乱花，足够你过完下半辈子；第二，继续留在大世界，但是像昨晚那样宋老板那样的人，他会继续骚扰你，直到你像红玉那样找到一个可以庇护你的人。李先生，您能庇护我吗？抱歉。为什么？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这就是规矩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规矩。可是我就是因为仰慕您才来的大世界。李先生，我喜欢您。李先生，我喜欢您。抱歉，我有家室。我不在乎的，那些人不都也有家室的吗？我和那些人他不一样。李先生，行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你先出去。李问拒绝了你，你没有办法，于是你选择了下药。红玉姐，您说咱们的大老板李先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？李先生当然是喜欢柳小姐那种名媛了。怎么，你喜欢李先生啊？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。你看看我们厂子里的女孩子，每一个都想得到李先生的欢心。可你见李先生什么时候多看谁几眼了？姐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没有。李先生现在刚刚结婚，心思都在柳小姐身上。就算他没有柳小姐，也不会看上我们这种人的。为什么呀？身份、地位、名誉太多了，尤其是名誉，李先生最在意这个。况且现在还有了柳家，他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省省吧。你有这个功夫啊，不如去琢磨琢磨其他男人，那个高老板，还有那天那个宋先生，你随便傍上一个，够你吃8辈子的了。名誉。李先生，喝茶。李先生，再不喝，茶就凉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你醒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对你做了什么？是
是你对我做了什么吗，老公？你这儿的照相机啊，拍的可真清楚啊！你看看，清不清楚啊？仔不仔细？黄刘，给你。好啊，拿钱来买一张照片，3000大洋如何啊？想要威胁、勒索，你就不怕我送你去坐牢吗？坐牢啊！我好怕呀。不过呢，在坐牢之前，这些照片一定会传遍全松，还到时候，大世界的大老板，柳家的好女婿，李家第一继承人的人体大伤，一定会更出名的。那你呢？你就不在乎吗？我当然不在乎了，总有那些蠢货会为这些虚名所累。没有人会信的。是吗？李大公子，你说，哪有一个姑娘会用自己的清白去诬陷你？你说对吗，李大公子？你无视。你是想杀我？可惜啊，在杀我之前呢，我已经送出去30张照片了。如果我死了，那明天的报社头条就会是你李文杀人强奸。好，你要多少钱？也不多，20万大洋吧。20万，吃得下，小心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李大公子。你知道李问刚刚结婚，也知道柳家最注重名誉，更知道如果这件事情爆出来，李问和李家就完了。所以你拿着这件事情敲诈了李问20万大洋，对吗？江探长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，很快李问的财产流向就能调查出结果。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既然你已经拿到了钱，为什么还咬着李问不放？那是他也咬着我不放。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既然你已经得到钱了，为什么还揪着李问不放？那是他也咬着我不放。我已经给了你20万了，照片呢？你还要怎么样？想要照片了？要不这样吧，上次在大世界呢，我料下多了，您认不出我好不开心。要不今晚大世界再满足我一次。你无耻！要是照片发出去，谁无耻啊？好，我去。那晚他也想杀你。从去年7月到今年5月，李问从大世界和李家共计调动30万大洋，全被他换成了各家银行的兑票。想必那些钱现在都应该在你手里吧？只不过很可惜，这些钱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。你不能这么做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昨天的《松海晚报》，你要看吗？江探长，江探长，你果然是很聪明，就像传闻中那样。
不过有一点你错了，不是非得李文，也不是我非得抓着他不可，他自己撞上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去大世界不是冲着他去的，是大世界它够大，去的人他够多，地位够高啊。我只不过就是借点钱，欺骗也好，威胁也罢，我都不在乎。李问他就算拒绝我，我也不在乎。他那种人会被别人喜欢，而我无所谓。只是这一切都太巧了，一个位高权重，一个刚刚结婚，妻子未至还位高权重，让他不敢得罪的人，一个连家族发展时都得倚仗妻子的人。你说嘛，是不是太巧了？我不对准他，我对准谁啊？那8月9号那晚，那晚他也想杀我，只不过他临时起意，而我准备了很久，所以他死了。付小山动的手？当然。那你呢？我不过就是旁观了这一幕，如果他失手，我也会动手。看来在你的计划里，他非死不可。是，他不死，这些钱我用的安心了我。况且，这个世上哪有2个人的命？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都得死。况且，这个世上哪有2个人的命？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得死，包括傅小山。所以你说的那些话，做的那些事，包括自杀在内，都是为了让他感动，让他心甘情愿的替你杀人。是，把自己的罪恶让那个最无辜、最爱你的人去承担，你真的心安理得吗？反正他不是得绝症了吗？早晚都得死，不是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他的绝症是假的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找人调查过了，他的那份报告是假的，那些药也都是最常见的毒药。他所谓的癌症，不过是逼你见面的理由罢了。不过可笑的是，你所谓的不见面，不过是在欲擒故纵，逼他上钩的把戏罢了。反正他那么爱我，他为我付出这一切，就应该的。也许吧。傅小山自杀了。怎么死的？咬舌自尽。外边那么多人都是吃干饭的吗？他背躺着，直到死亡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跟上面申请一下，送回老家吧。是。真是个可怜的傻子。傅小山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我喜欢他单纯、善良、美好。刚才那男的是你男朋友啊？就他也配？那你还留着他，给他机会？这种货色呀，留着早晚用得到。青青，小山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为什么要承认？我愿意你付出一切。那你能为我做最后一件事情？是吗？替我去死。白青青，李问现在到底在哪？你猜？